比如说就是突然就是心梗了，或者是脑溢血了，在家里边心血管出现问题的时候，那他的家人应该是怎么样来急救呢？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一般的话呢，像做心肺复苏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会有2种情况，一种情况的话就是成人，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孩子，对，婴幼儿，对然后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就演示一下这个对成年人的嘛。对。现在假设我们家里的有一位老人，他突然昏倒了，没有呼吸或者没有意识，两者有一条满足，我们必须要给他做 CPR。那么会产生一个问题，那么我问，假设现在有人倒地了，那么我们做第一件事是什么？2个字儿：自保。就是自我保护，看有人就不要太紧张，一定要对大家要冷静沉着的应对。对，我们一看有人昏倒了，我们会手忙脚乱心跳加速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会手无足措的想去抢救他，其实是错误的，我们美国心脏协会要求第1条就是的话叫检查现场安全，我们会做一个手势，检查现场安全，为什么呢？要行肌肉记忆。我们要检查是否有高空坠物，然后的话是不是旁边有一些危险品，对，这个是不是有电线、有水，对，是不是有玻璃，环境安全的。对，然后第2步的话呢，我们是要去呼唤他，呼唤他，看他有没有意识和呼吸，要检查他。对，然后我们要求就是拍双肩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需要帮助吗？然后的话就是你在拍他的过程中会发现他眼睛是否会微睁，嘴巴会不会要说话，来判断他是否有意识。同时的话呢，要不要看他鼻子还有没有呼吸？对，也是可以的。同时的话呢，观察他的胸腹腔是否有隆起，就是有没有呼吸的症状。当你呼唤他的时候，在他2耳都可以去呼喊他，你看他能不能听见，对，同时有没有呼吸。如果发现他呼吸和意识2条里面有1条占上了，好，OK， 就必须要马上做 CPR， 就是心肺复苏。第3步的话就是求助，请身边的人帮我去打911，去请旁边的朋友去帮我去拿 AED 就近，因为在加拿大很美好，它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是有 AED 的，所以的话呢，就是这2个求助都很重要。如果现场没有其他人，比如说这个屋子里面只有你一个人，就我一个人，那么我没有办法，我就掏出我的手机来，打开免提，然后的话呢，一边打911跟接线员在沟通，调度员在沟通。另外一方面的话，我开始着手动手，开始给他做 CPR。现在这时候的话，我们就因为他没有呼吸或没有意识，那么从法律层面讲的话呢，是默许我们成为施救者、成为保护者的。我们就打开他的衣服。我们打开衣服的原因的话呢，很简单，主要也是自我保护。因为患者有可能会戴项链，或者他身上内衣上有一些纽扣、金属的等等。所以的话呢，因为我们要长时间的按压，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就是可能会硌着我们的手。手掌出血，然后的话呢，我们要求呢是跪在这个病人的旁边，不允许蹲着。为什么呢？不稳定，不稳当。对。如果说我们蹲着的话呢，本来我们是想着拯救他，那么我们因为我们的救人心切，我们肾上腺素也高度的分泌，这样的话手部会出大量的汗。那么我们在拯救过程中的话呢，手部会打滑，那么全身力量可能会压在他的身上。对，双膝打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呢。2手交叉，2只手交叉 ，OK， 对，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，一只手在下，一只手在上，就包住它，位置是放在2乳连线的中点，掌根放置，然后的话呢，按压，然后呢按压30下，然后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，5到6厘米，对，是的，大家可以听一下模拟人的声音啊，就是那个咚的一声音，表示它是合格的。我们在数数的话呢，也是要数30下，但是我们不是数的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一般是001、002、003、004，因为摁30下比较累啊，我就摁10下，我们做一下模拟，001、002、003、004、005、006、007、008、009、10。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为了跟秒针是同频的。对，因为你不能连续的。你要说1、2、3、4，其实没到1秒，对那个数字，对，是的。所以说我们前面要加2个0。001啊，001、002，对。在训练上的话呢，那么频率是什么样呢？频率的话呢，其实是1分钟100到120次，也就是说1秒钟要连续摁2下。对。然后的话呢，按压就要胸外按压，胸外按压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开始做人工呼吸。人工呼吸的话呢，也非常简单。掌根摁住额头，然后2个手指捏住鼻腔，对，我们要打开气道，
2个手指推在下颚，然后的话呢，嘴包上去，然后连续吹气2次，呼呼，每次1秒，就可以了。我们来连续不间断的在做 CPR。如果现场只有1个人的话，那不好意思，你要坚持去做。对啊，我们曾经有急救员跪在地上，膝盖都磨出血来了，因为没有办法，这么长时间，只有自己会，对，做这么车长时间来不了。这个非常关键，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要学一下。对，每个人都要学。永远你都不知道，就是身边的人会发生什么。对，是的。所以说，很多的家长，带着他们的孩子，甚至带他们的父母来我们这里来学习。对。啊，然后我们在做 CPR 的过程中的话呢，这时候假设我们有朋友来支援了，然后的话他送来了 AED， 然后的话我们来操作一下。AED 的话，你看它很小，但是它的这个被称之为救命神器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内置计算机芯片系统，所以话呢，它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神器。那么操作方法呢非常简单，第一步的话呢，就打开开关电源，这个绿色的是开关，对，是的。然后呢，它就会开始有语音提示。这个 AED 的话呢，它实际上有中文和英文操作系统。这就是电极片。电极片的话呢，它2片是要贴在不同的方位，一个上一个下，然后完美的错过了心脏，这个位置，好，然后我们下一步的话呢，就是插上电源，正在分析病人心率，当他说建议除颤的时候，那么然后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要摁这个，它正在充电，然后的话最后的话，黄色，对，远离，对，它是，然后它会给你提示。对，然后啪，对，这是电击1次就完成了。这个 AED 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小型的自动体外除颤仪。那么像在医院，医生和护士用的是那种大的。你像我们看美国大片儿，医生和护士2个大烙铁一样的电击，然后就从床弹起来，对，原理是一模一样的，是吧？对，无非那个是更加高级的一个医疗支持系统。这个的话呢，是一个大众型家庭用的版本。OK， 那它这个电击呢，就是这2个这个贴的这地方会对心脏人体一个刺激。对，它其实主要是让心脏这是电流对吧？对，重新起跳。电击完1次之后，我们继续开始做胸按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仍然是30比2，30次胸按压，2次人工呼吸，然后的话就是。他会一直在做心率检测，然后他会告诉你此人需要电击或者不需要电击，对，然后的话呢，就是直到他说此人不需要电击了，我们就表示知道他已经有救了，他的生命已经有了体征，比如说有了呼吸，有了意识，心脏已经开始很好的运转了，好，正好等急救车过来，然后呢，我们把他抬上这个救护车就可以了。所以说的话呢。急救技能其实非常简单，每个人都可以学会。我们就鼓励所有的人，77岁到70、80岁的人都来可以学习。